一掐脖子就翻白眼，一松手就吹牛逼。这话用在当下中美贸易战上的中国，真是再贴切不过。2025年5月18日，中国商务部甩出一记重拳，对原产于美国、欧盟、日本及台湾的共聚聚甲醛 （POM copolymers） 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，税率最高飙到 74.9%。美国首当其冲，被狠狠敲了个 74.9% 的税率。欧盟 34.5%， 日本 35.5%， 台湾 32.6%。这一招看似中国在贸易战中奋力反击，但背后却是中国经济被逼到墙角的无奈挣扎。74.9% 的关税真的能让中国翻盘，还是只是松手一刻的短暂喘息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摩擦，而是中美博弈的又一轮生死较量。中国工厂停摆，工人降薪，港口拥堵，出口商惶惶不可终日，这一切都在诉说着这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重创。而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场仗打得中国有多痛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有多苦。今天我们就来撕开这层休战90天的遮羞布，看看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到底有多惨。74.9% 的反倾销税，中国反击还是自保的最后一搏。2025年5月19日，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、欧、日、台的共聚聚甲醛启动反倾销调查，理由是这些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行为，严重损害了中国大陆的共聚聚甲醛产业。2025年1月16日，初步裁定确认倾销事实，并从1月24日起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。到了5月18日，商务部正式抛出重磅炸弹，自5月19日起正式征收反倾销税，税率最高 74.9%。共聚聚甲醛是个啥？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塑料，它可是能部分替代铜、锌等金属的工业小能手，广泛用于汽车零部件、电子产品和医疗设备。路透社报道称，这东西在全球供应链中举足轻重，而中国此举无疑是想掐住美国等国的命脉。但这 74.9% 的税率，真的是中国在硬刚美国吗？表面上看，中国这一招是对美国2025年5月大幅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、芯片等产品关税的回击。毕竟，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对华关税从 145% 降到 30%， 只是休战90天的权宜之计，随时可能翻脸。可细想，这更像是中国在贸易战中被逼到绝境后的自保之举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中国经济的命脉，出口正被美国死死卡住脖子。这场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上的打击，简直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。2025年5月，美国对华关税暴涨至 145%， 中国对美出口几乎陷入停滞。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邓金玲是一家出口保温瓶公司的经理，他的故事让人心酸。关税暴涨后，他的订单量直接腰斩，公司不得不裁员，生产线停摆。他甚至派20岁的女儿去美国找仓库，提前备货，只为应对可能再度加征的关税。邓金玲无奈地说，川普今天说的话，明天就忘了，我们哪敢指望这90天的休战。在深圳，医疗设备生产商的李凯迪同样焦头烂额。他的公司 60% 的订单来自美国，关税暴涨后，公司不得不让后勤部门员工每月只上半个月班，相当于变相降薪。他苦笑着对记者说，30%的关税我们还能咬牙撑，60%那就是直接让我们关门。更惨的是华东地区的圣诞树工厂。郭杰凯的工厂本该在5月迎来美国零售商的节庆订单高峰，但关税阴云让客户迟迟不敢下单。即便休战90天让订单量有所回暖，郭杰凯却高兴不起来，生产排到8月，
之后呢？谁知道中美会不会又掐起来？据集装箱追踪软件提供商 Vizion 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5月13日的7天内，从中国到美国的集装箱运输订单量较前一周飙升近300%。这看似是休战带来的繁荣，但实际上是中国出口商在赶末班车，生怕90天后关税再度暴涨。港口拥堵、库存积压、物流成本飙升，这些都成了中国企业的隐形镣铐。贸易战不仅让企业叫苦连天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。关税战导致物价飞涨，生活成本水涨船高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.8%，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4.5%， 非食品价格上涨 2.2%。而贸易战推高的进口成本，让电子产品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价格居高不下，直接掏空了老百姓的钱包。更要命的是就业。2024年，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攀升至 5.7%， 比2023年高出 0.4个百分点。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大规模裁员，让无数工人丢了饭碗。在东莞，空气净化器制造商的销售总监熊亚伦坦言，关税战让公司不得不降价，抢占印度等新兴市场，利润被压缩到几乎为零，员工的年终奖早就成了空头支票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，最能折射贸易战的残酷。义乌的摊贩小张靠卖圣诞装饰品为生，往年5月订单多到忙不过来，今年却只能守着空荡荡的摊位发呆。90天休战，短暂狂欢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2025年4月，中美达成休战90天的协议，美国对华关税从 145% 降至 30%， 中国对美关税从 125% 降至 10%。消息一出，中国出口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订单量激增，港口重新热闹起来。玩具采购商 Mickey 的公司订单量暴涨 30%， 他不得不加班加点招人。但这种狂欢背后藏着深深的不安。德国企业 Limos 的总经理加斯纳一针见血，关税只是按了暂停键，90天后谁知道会怎样。他已经在马来西亚布局新工厂，准备彻底绕开中国市场。同样的谨慎也出现在中国企业中，许多制造商开始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、泰国等地，以规避美国关税的风险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长 8.7%， 而对美出口同比下降 12.3%。更让人担忧的是90天后呢？哈佛 Cabs Harris 民调显示，2025年1月，52%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加征新关税，其中共和党人支持率高达 74%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从未动摇，他随时可能撕毁协议，重启关税战。而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这场贸易战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致命软肋，过度依赖出口和美国市场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，2024年中国出口占 GDP 的比重仍高达 19.8%， 其中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 16.7%。一旦美国挥舞关税大棒，中国的外贸企业就如被掐住脖子的鱼，只能拼命挣扎。更雪上加霜的是全球供应链的转移。过去中国是世界工厂，但如今越南、印度等地正迅速崛起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数据，2024年越南出口同比增长 14.2%， 印度同比增长 9.6%， 而中国仅为 3.1%。美国企业正加速将供应链迁出中国，这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74.9% 的反倾销税，看似是中国在以牙还牙，但实际上能改变什么？共具虚假权，
只是中美贸易中的一小块拼图，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采购，或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。而中国呢，失去了美国市场，出口商的日子只会更难过。一掐脖子就翻白眼，一松手就吹牛逼，这话不仅形容了中美贸易战的反复无常，也道尽了中国经济的无奈。74.9% 的反倾销税是中国在绝境中的一声呐喊，但这声呐喊能否震慑美国，还是只是自欺欺人的面子工程。工厂停摆，工人失业，物价飞涨，订单流失，这场贸易战让中国经济伤痕累累。90天的休战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。未来的路，中国该怎么走？是继续硬碰硬，还是寻找新的出路？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场仗中国打得太苦，老百姓的日子更苦。而中国普通人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默默承受着代价。你说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？